哎呀，傻丫头，你是真不明白呀！咱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呀。都不要我了，还说为了我。我就跟你把话说开了吧。你跟汉卿的关系啊，咱爸心里边是默许了的。那为什么还……谁知道汉卿执政后，转眼间就成了中国政坛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了。你跟这样的风云人物沾上边儿，老爷子才真正开始担心了。那爸不还是想拆散我跟汉卿吗？你懂什么呀？前阵子沈阳传出你失踪了，本是无聊之言，可是老爷子听了心里更不踏实，所以他用登报的方式来昭告天下，把你们俩的关系做实了，你才安全了，知道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咱爸今天晚上就回北京了，我们得送送你，好好的啊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啊，你就是娘娘命。这娘娘命啊，她就得受孤单。那皇上都管自个儿叫啥呀？那叫孤家寡人。那娘娘管自个儿叫啥呀？叫哀家，又孤寡又悲哀，这不就对了吗？你是娘娘命，你就得受孤单。我那蟒仙儿啊，有1000年的功力，小能断事儿瞧病，大能使人起死回生。你昨儿不还说你领堂仙是黄鼠狼吗？今儿怎么成蟒蛇了？我是全堂的保家仙儿，那狐仙儿能给你断事儿，那蟒仙儿能给你断姻缘，那堂主黄大仙儿那都带兵修炼呢，全知全能。你真能瞎白话。不是小姐，你不信啊？你不信我叫几个仙儿上来啊，让你瞅瞅。别！我信了。少帅来了。不是少帅的车，是少奶。咱东北人过年没别的，来，整一个。干！谢谢少奶奶。谢谢少奶奶。来，拿着吧。谢谢少奶奶。谢谢少奶奶。给。谢谢。谢谢少奶奶。多一个给谁呀？谁要啊？我要。给你吧。行了，大家都吃饺子去吧。饮食及健康。如果您能答应的话，我还可以替他管管文件，或者读英文报刊，我都能做，也一定做好。我不要名分，也没别的要求，只求您能留下我，让我留在汉卿身边。求您答应我，答应我。夫人，如夫人，姨太太，还有小老婆。
真是个孩子。起来吧。多招人疼的一张脸。名分顶什么用啊？搁那么个情种身边，能有个好吗？哪个妻子能够容忍啊？我绝不妨碍姐姐，只求姐姐把义弟当做自己的妹妹。你的眼睛会说话呢。真是作孽，这么个纯真的小姑娘。起来吧。姐姐要是不答应，义弟就一直给您跪着。我答应不答应有什么用啊？谁让你来找我的？我不能说。是汉卿出的主意？不是，是我自己。你还没学会撒谎呢。起来吧，赵秘书。你还没说，你一年的工钱是多少？不知道我于凤至付不付得起？你答应了，我的好姐姐。我亲爱的东北同胞们，广州发由广州出发，路经中华各地，于今日抵达沈阳。我的内心十分喜悦，这几乎是一次象征性的美丽航程，它象征着我们的祖国已经走向了统一，可以畅通无阻的飞行。各位，大家好。这个现学现卖啊！我仅代表我本人以及东三省，欢迎2位优秀的飞行员。说到咱们东三省，前2天有一位日本记者问我。他说：“你张学良会不会以东三省为东三省人之东三省作为施政方针？”我说我不会，我没有这样的方针。我所要贯彻的是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。好。当然了，这个记者也问了些别的问题。他问我，羊肠事件和皇姑屯爆炸案有没有关系？我说绝对没有关系。他还问我，说你张学良是不是要清算杨党？我说这不是胡说吗？胡扯，哪来的消息？可是他不信。后来我就对他说，要论杨党，我张学良是天字第1号的杨党。本来嘛，哪个有我和林葛的关系深？没有吗？那要清理，首先是不是要清理我呀？我没闲工夫算什么杨党。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东北的经济建设。新的关税规定已于上月1号实施，中央政府同意，这些钱
均用于东北。这么老些钱怎么用？怎么能用好？这个计划，我准备把这些钱用在民生上，不能让这么老些钱让我张学良和我这帮部下们胡吃海塞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啊，我有一个部门现在要去上海办一本杂志，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就叫《新东北》。血淋淋的政权交接，千头万绪的执政考验，少帅都跌跌撞撞地通过了。少帅晚年时说过，他这一辈子只有2个长官，一个是他的父亲，另一个就是蒋先生。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，是他主政东北的第1年的7月7日。你王家真是吃外交饭的。外交头等一的准则就是言忠信，行笃敬。可你们倒好，把人家在哈尔滨的领事馆都给抄了，完全不顾条约上的承诺，又没什么正当理由，这怎么能让司仪宾服啊？不是我，这决心是少帅亲自下的。张作相的话他都听不进去，你叫我有什么办法？都谁出的主意？外交怎么可以两面出击呢？东联孙权，北拒曹操，乃策之上也。可我们现在呢？我们现在是东抗日本，北拒苏俄，你这不是走麦城之路吗？哎，他太急了。这个月，凤票到了最低点，72元兑1现银。少帅想扭转经济局面，可不就看上中东路了？只要能把中东路从苏俄手上完全拿回来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多少人在怂恿他？咱们东北多少人栽在铁路上？杨宇霆临死前争的就是铁路权。老帅也是因为拒不签署人家的5路条约，才有了皇姑屯。也是啊，铁路太诱人了。说，蒋公的口音重不重啊？他的口音你确定我能听懂吗？如果听不懂，你能做翻译吗？还行吧，基本上是浙江官话，个别字音不好懂，无大碍。那就好，我已经定了在北平饭店晚上跟他见面。我主要想跟他谈谈中东路的事儿。我想蒋公大概也乐于谈此事。你肯定吗？怎么说呢？蒋公与人谈话愿意主导场面，他与大帅不同。大帅愿意让对方放松，还原彼此的性情，这样场面就生动活泼。蒋公这个人话不多，个性强硬、拘谨，而且强悍。而这个外交话题呢，是南京的职权专利，他有话语权。有那么复杂？倒不是蒋公个人复杂，而是他面对的局面复杂，各方寡头各有利害。我想他更愿意与冯玉祥谈谈财政，与阎锡山谈谈政治，与李宗仁谈军事，与你谈谈外交。总之是对方依赖南京什么，他就跟你谈什么，这样他容易控制局面。我今天晚上看看他，是不是你说那样？我不吹军章，看你说了，为报纸。那2日郎当这个年轻人士上讲，我也上讲，谁领导谁呀？我不吹，这吹报纸就没得大小了，救兵为王。因为他
你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怎么个带法？张学良少年得志，难免妄自尊大。中央政府若想控制他，必须找到拴马桩。现在他自己弄出了中东路困局，需要的正是胆气。总司令不妨借胆气于他，放手让他与苏俄对抗。看什么呀？歪了。蒋公还没到啊？啊？蒋公1小时前从西山出发，应该快了吧？哎，对了，你一会儿找个人啊，给我们俩照张相，这第一次，难得珍贵。好的。中东铁路问题，我的看法，首先夺取过来，然后谈判一切问题。总司令的看法大胆直接啊！你张学良有没有这个胆气？总司令是这样，对苏俄人的态度必须强硬，就是要以武力接管中东路。即使苏俄人与我断交，也在所不惜。一旦中苏开战，中央可出兵10万，把几百万军费也没得问题。这件事上，我们东北的步伐没有跟上中央的看法。没跟上就要跟上。张学良，学张良，张良还是不要学了。张良是谋士，你是专家，你要学关云长。关云长担当在颜良，颜良身边有几千军队，怎么可以让他一个人进去战？就因为关云长有忠心，有勇气，有胆量。总司令期许学良努力去办。其实少帅的勇气，以及对外声张的民族气节，外交界早已有口皆碑了。关于收回中东铁路的具体办法，东北方向负责行动，有关断交、撤领、赎路等问题，均由我们外交部来负责。我这点原则，具体的你们协调了呗。
书汉呐，太难了。蒋公给我这个任务，真的很难完成啊。他应该知道此事带来的隐患，要不他这么搞，不是把你往沟里带吗？往沟里带倒也不至于。东北的经济要取得成功，就得破局。中东路的归属事宜不好棋。我收到情报，苏联在闹大饥荒，他们的政府自顾不暇。苏联人呐，现在不能跟咱们打。蒋公倒是直截了当，先收回中东路，再谈其他问题。你东北境内的事，离他南京隔着几千里地，他当然直截了当了。苏联离咱们近呐。茂臣早年间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谁掌握了铁路，谁就掌握了东北的未来和财富。”只能放手一搏。这边！东北的未来和财富，不能掌握在苏联人手上。收回中东路，依次破局。按照与中央商量的办法，发动了武装人员对中东铁路进行了全线的武装接管，解除了所有苏方人员的职务，并逮捕了其中200余人，同时解散了中东铁路各职工工会，查封了苏联远东贸易局、煤油局、商船局以及苏联联合商业会在哈尔滨的各个机构。好，我欢喜你这样做事的风格。你张海清不动反想，没有冤枉，说办就办，我喜欢。只是尚不知晓苏联的态度，恐怕会引起一系列的外交麻烦。东北希望中央能给予必要的外交支持。没得问题，中央的方针是坚定的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汉卿，你好啊。久违了，夫人。你们认识？我认识他比认识你还早呢。呵呵，有这样的事？我跟夫人很早以前就是朋友。怎么样？你俩还谈得来吗？谈得来。蒋公是我的上司，我是来听令的。他呀，年轻，前途无量，和那些三头大佬不是一类人，容易相处。汉卿，他可是很少夸人的。我看你俩还真能合作。什么时候带你的夫人去南京走走？我会陪她看看首都建设。等有机会吧。我先替风致谢谢夫人。蒋公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我要回天津，那边还要处理一些中东铁路的遗留问题。好，告辞。你和张海清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很早。蒋公无论什么事情都大包大揽，这口气我还真不习惯。蒋公对我昨晚在哈尔滨的行动是如何表态的？你说，权势对男人来讲，是不是一种诱惑？为什么有很多男人都喜欢当机立断、一言九鼎的感觉？
你没说哈尔滨的事啊？嗯？啊？谈了。相公没有回头箭，你马上回电给张景惠和吕荣环，对于他们昨天晚上的行动给予嘉许。至于后续行动，让他们听候中央的指示。好的。长官，老爷在家吗？在是在，不怎么开心。为什么？谁惹他？还不是中东路那事儿闹的吗？爸，爸，你咋回来了？吕荣环来电，商调我旅增兵东线。他说调就调，别理他。那不好啊！吕荣环手执了汉卿的将令，汉卿要调10个旅进驻中东路东西2线。汉卿他人在哪儿呢？他与蒋见面后，在天津逗留。天津？这么大个动静，他人在天津？那个赵四小姐刚刚分娩，替他生了个儿子。可他与凤至的第3子前几天刚刚过世。天底下都是这道理，有得有失。收回中东路是好事，可这事儿啊，非同小可。进兵接收势必打仗，我看要用全部的力量攻打苏联，也未必能打胜。汉卿判断，苏联绝不会在远东作战。那不是猜测吗？从军事学来看，打仗有没有把握，不在于敌人会不会打，而在于我们怕不怕，行不行。哼，10个旅能打苏联，咱自己的部队能吃几斤几两，咱自己还不清楚吗？瞎狂妄！那怎么办？我的旅不去增兵东线。就说军队没有开拔费。爸，您说我们这辈人，怎么就没您老这样的智慧？咋就想不出您这样的理由啊？哼哼，你小子慢慢学吧，吃吧。哟，冯校长，大姐磕碜我。这几日奉天报纸上可都是你冯庸大学的新闻啊。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是见汉卿吧？他刚回来，看上去有点累，想歇会儿。别叫醒他。大姐能替我转几句话就行。你们这发小有话还用我转啊？我现在就是个民间人士，有什么话只管说。大姐想必知道，我冯庸自第1次奉旨以来，对战争是深恶痛绝。知道，受过刺激。现在做了校长了，身份不同了。你们家那口子对中东路是一番慷慨陈词，莘莘学子一腔热血，都成了你们家那口子的追随者了。人人请缨开赴边陲，守土保疆。冯校长，这报上都登了，这冯校长另有打算啊？做了校长了，哪有打算？违背学生的意愿，那不能够啊！我有责任啊，有责任保护他们。所以想请汉卿特批1趟专列，有序的开赴前线。我得更车，我那架专用的飞机也得拉上，以防无谓的牺牲。真是个好校长啊！要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负责任就好了。知所当为。这也太离谱了！苏俄与我断绝外交关系的消息不是南京转告的，而是你从东京报纸上看到的。还不是我看到的，是东京的朋友看到后询问我，我才知道。他妈这个老蒋，连这都不转告，所有的来电一个劲儿的低硬化，
劝着少帅与苏联对峙。还有个消息非常不妙，苏联军事委员会已经成立了远东特别集团军，司令部设在伯利，总司令是谁你知道吗？谁啊？蒋介石昔日的苏联顾问加伦将军。那个中国通，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总设计师，就是他。我的天哪，这还真像是要动手的样子。哎，少帅不是判断苏俄不会在远东地区打仗吗？少帅的情报来源不过是哈尔滨的一些白俄将军们。二位久等了，我昨天晚上弄得太晚，睡了会儿。怎么样，南京那边有电报吗？江一峰来电。怎么说的？就算打气吧。我念2段，你就清楚了。以现实判断，俄时外强中干，彼除用利诱威胁之外，再无其他方法。如正式开战，正是俄方所忌。吾兄若能多一时之忍耐，将增多无穷之国威。且能表现吾兄之能力，不久在国际地位上将生莫大之影响。总之，我以为，与其不战而亡，宁愿背城戒衣，同归于尽。念了，全是这些词儿，嘎嘣脆响。张作相要的开拔费用解决了吗？已电令了吕荣桓，电汇哈大洋10万，辅帅接款后已下令出兵。这哪是打仗啊，分明就是耍钱嘛！我就不相信南京的国民革命军不需要大洋，就需要这些漂亮话。你继续给南京去电，陈叙我东北的困难，跟他们诉苦求援，别让人家几句漂亮话就给打发了。我一样的热情。旅长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晚上可以直接带到旅馆的。我让你来哈尔滨征召的不是俄国姑娘，而是具有特殊战斗技能的前白军军官士官，专业技术兵种的士兵、工兵、炮手、瞄准手、机械修理师、工程师，有多少招多少。这些人比我们更具有反苏思想，只要价格合适，他们会愿意。这上我们得学学张宗昌，他手下的白俄军能征善战，我们12旅也需要有这样的白俄雇佣人员，弥补我们的素质技术缺陷，以俄制俄。这个旅长放心，我已经找到400多人了，只是费用太高了。10万的哈大营开拔费拿出100，这省了不要省。おい、ビールを2杯。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？あれが張作僧の息子です。何が戦いに来ている？遊んでいるだけではないですか。まったく持ってはるんじゃやつらだ。やつは確か12段の東方戦三ジャン港に陣を構える長ではないか。ハルビンに来てまで女遊びか。あれが我々の将来の敵です。ま、見る限りこのままずるずると落ちていってほしいもんだな。飲むか。1929年10月12日凌晨，苏军出动飞机25架，军舰10艘，机关炮车40余辆，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，步兵3000余，
向同江发动大规模进攻。东北军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，几近全军覆没。江平、江安、江泰、力捷、东夷等5舰被击沉，力绥舰受重伤逃回附近。同时，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，士兵伤亡约700余。是大规模进攻吗？是的，少帅。苏军今天凌晨以海陆空3军对我军三江口实施大规模作战，也已攻破我军全部守军。他们溯松花江而进，目标直至哈尔滨。所有人真的还手了？才多大的孩子，就伤成这样？我听说满洲里东北军的梁旅长领了近万人，都守了100天了，硬是不降，够重。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？超部隊に勝算はございません。決まったな。これで奴らをふるいにかける必要はない。恐るるに足りぬ。どうも。それを2人前もらおうか。中佐殿、お久しぶりですな。そうだな。しばらく旅行にでも行ってきた気分だ。あとその大根汁ももらおう。頭をつかんだろ。いっぱい食べてくれ。ありがとう。石原殿、旅行中に完成された論文を俺たちみんなよく読みました。素晴らしいです。おい、声が大きい。これは機密だぞ。いや、あれは賭けにしては大きすぎるし、秘密にする必要はない。何よりあの料理人たちも知っている話だ。貴殿の満蒙問題解決案は予想ではいつ頃進められますか？多分2年後くらいになるだろうな。今川でも大博打の準備を始めるのですか？その通り。中東路事件の後、あの男は我々の脅威となり得る最大の盟友を失った。我々の満蒙奪取の道のりは平坦だ。